嗨，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台风来临的前夕，还特别到C-Lab 来参加这场活动。然后我们今天这场活动“档案之困：当代艺术领域中的档案热潮”。如果我想应该蛮多来现场或者是线上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说，这场活动其实是亚洲艺术文献库跟 C-Lab 一起为了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而办的系列活动之一。然后这个计划从2022年开始会一直持续到2025年的5月。那在这3年期间，我们其实也会依档案计划进行的不同进度来邀请不同的讲者进行分享。然后我们去年呢讲了蛮多跟独立艺术空间有关的历史，那今年则是跟我们的档案工作比较紧密的扣合，所以办了几场活动是讲如何建制档案，档案是什么。然后上一场活动呢，我们邀请了叶伟立还有张颂仁2位讲者去讲说叶世强一位艺术家他们的故居如何结合了档案跟创作2种形式，去重新思考在档案到底怎么做。那这一场呢，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比较抽象性的思辨的角度来谈档案到底是什么，以及档案可以是什么，它在什么时候会跟其他的概念混淆。然后我们今天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讲者李丽君，她是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学博士，然后主要研究领域是艺术史、图像史、文化技术还有媒介学。那他当然已经写过不少文章了，我想大家应该今天蛮多是慕名而来。然后如果说没有看过文章的话，可能你也曾经在去年到今年北美馆的在夹缝中行走中看过他参与的这个展览。然后除此之外，他刚好最近正在帮北美馆做一本书，编一本书，然后叫做《当代文本档案》。然后，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趁这个机会来请丽君跟大家分享她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心得。然后丽君其实是第一个，就在我们办这么多场活动之中，第一个讲者跟主持人说叫我放轻松一点，今天可以交流。然后，所以讲这个目的，其实因为说，其实今天也希望，不管是线上还是现场的观众，可以不要把这个活动当成是一个我们说你们听的讲座，然后是希望有更多的交流。因为我知道现场也有蛮多，比如说机构或者是独立研究者，对于档案到底是什么，跟档案怎么做研究、被分析、跟建构、跟呈现是有蛮多兴趣，或是正在从事的人，所以讲完之后会有交流跟 Q&A 时间，也欢迎大家多提线上的问题。这样，那我们就时间交给丽君，谢谢。好，感谢Nicole。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跟你说叫你不要紧张，是在跟我自己说不要紧张，因为暑假太久没有上课了。然后不过我也很希望今天不会是在上课那样子。然后所以对，然后所以今天我其实会讲这个会处理这一个题目，其实是因为在就是今天的题目叫做档案之困，当代艺术领域中的档案热潮。那档案之困里面的这个困呢，我觉得有2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困境，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陷入了一个被档案绑架的时代，或是档案变成了一个如此燃烧的如此热烈，然后所有东西好像都一定要回归档案，好像一定要原因档案才会是一种才可以自我证成那样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困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困难的那一个困，就是如果我们要处理档案的话，会有哪些困难？那其实这会是整个我在今天的讨论里面会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那样子。然后我会今天会聚焦在当代艺术的领域里面，然后所以我跟大家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就我开始研究档案那样。其实是因为在2年前，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处理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其实在下个月应该会出版吧？对，就是它是一个当代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它出的当代文本系列的其中的第2本，然后处理的
题目叫做是档案那样子。然后我其实也是因为这本书的关系，然后所以开始研究档案，观察台湾的怎么样档案的实践那样子。然后所以然后因为这本书还没有真的上市，然后大家也可能在去书店还找不到。然后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2年来这么密集的去思考档案，或是观察台湾或是整个亚洲的档案现象的时候，我看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有哪些东西可以思考。那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比较不像是在帮大家跟大家说到底档案理论是什么，然后帮大家梳理一个好像很明确的档案应该要是什么，档案必须要是什么。如果你要做档案实践的话，你有哪些步骤1、步骤2、步骤3怎么做那样子。今天这些东西全部不会出现。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开档案的问题而已，去问说到底档案会牵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档案，可是我们没有真的在讨论档案？我们一直在手边有这么多的档案，可是为什么好像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我们距离这些档案又非常的远？然后所以今天想要丢给大家想要提供给大家的比较像是一些问题意识，而不是一些解答。那我也希望说我在就是整个座谈的最后面可以留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讨论。好，然后我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会把档案称为是某种档案的热潮，档案热之类的。那其实从2000年以来，其实我们会包括从台湾甚至在整个亚洲，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就是档案的使用，对于档案的着迷，然后对于档案的一些实践。那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如果是对艺术界来说的话，可以分成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于艺术家和策展人来说的，也就是档案的运用跟展示。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2012年的文件大展，然后还有包括台北双年展2012年，然后还有到了就是威尼斯双年展2013，或是台北双年当代档案未来系谱2016年的台北双年展，或是前年的那个亚洲艺术双年展未知之城，其实里面都充满了很多档案的展示。然后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很多艺术家、很多策展人其实都一直着迷于使用档案、呈现档案，然后原因档案。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谈说，好，那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对于艺术机构来说，我们会发现说这20年来，其实整个不止在台湾，整个亚洲其实都有，包括像是今天的主办方 AAA， 就是亚洲艺术文献库，它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然后其实就是它成立以来，台湾其实有很多资料库成立，像是台湾当代艺术资料库，或是台湾艺术档案中心，或是包括台北市立美术馆都有，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开始做一个文献中心来保存我们自己的历史。然后所以千禧年以来的档案热潮，其实也包括了一个部分，然后那个部分其实是机构开始觉得说，我必须要开始保存我自己的文件，保存我自己的记录，这样子我们才能保存那些好像散失的很快的无论是亚洲或是台湾艺术史那样子。然后到了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于艺术史研究者来说，就是我们发现说，艺术史当然没有错，艺术史研究者要研究艺术史，当然要使用很多档案。然后他们要对档案做很多的考掘与研究工作，可是我觉得在这20年来，其实当然艺术史学者一直都在使用档案，可是这20年来他们会更着迷于档案，更尝试着要挖掘档案。其实跟台湾的那种整个对于南方的关注，还有对于台湾想要企图建立一个所谓台湾艺术史那样子一个脉络下面，你就会发现说，艺术史学者他们不断的在出土新的文件、考掘新的文物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们从这3个，我们如果要讨论，就是在今天的脉络里面，如果在艺术界里面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从这3个层面来说，其实台湾对档案其实非常的着迷，而且可能从20年前都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我们看不到他有点想要
就是稍微平息下来的那样子的趋势，就是大家还是一直在美术馆里面看到档案，然后会在艺术家的创作里面看到他们援引档案、援引历史之类的。好，然后所以这其实就是这本书我编这本书，还有这整个计划的后面的一个对于台湾的观察那样子。然后我可以先说一件事，就是我在跟我的北美馆承办人在讨论说，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是说，希望这本档案的书出了以后，大家就可以让这一股档案之热熄灭掉，就大家就不要再使用档案了，就是或者这是开玩笑，当然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可以，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可能会是说，就是我们或许可能重新思考档案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无法放弃档案，可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进行不一样的档案实践。这是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怎么样叫做不一样的档案实践呢？然后，如果我们要对档案有不一样的实践，就势必要先能对档案提出问题。那其实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座谈想要做的事情那样子。好，第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艺术家、策展人还有文史工作者对档案如此的着迷？然后我觉得着迷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着迷是不是也是一种困境？就是我们受制于档案，我们会被困在档案里面，我们会为档案所困，就是我们其实是现在一个不断的搜罗档案、不断的渴求档案、不断的积累档案那样的过程。然后这样的过程，当然看起来很像是好像是一个为了研究才会去做这些事。可是我们也可以去问说，这样的着迷是不是根本就是一种困境？就是我们是不是被档案所困？这是一个今天想要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这几年来，或者这两三年来，因为有很多关于档案的一些研讨会，然后座谈会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好像大家对于档案这个东西、这个主题的问题，感觉好像大家会把它直接化约为，我们如果要提出档案问题的话，就是要去说为什么公家机关还有哪些档案还没有被公开那样子。然后，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档案的问题都仅只是档案的建制与开放的问题而已。档案究竟开始，你到底北美馆到底有没有开始保存你的档案了？北美馆你什么时候要打开你的资料库给我们看？就好像关于档案的问题就只是这样子的问题。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值得思考的，就是档案的问题真的只是档案的建制跟开放的问题吗？还是它其实档案的问题还有更多我们还没有从未思索过的问题那样子？然后另外第二个是我也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今天我们就是所谓的档案研究，我们会觉得档案研究好像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说你要档案研究的话，如果要问，就我们今天对于档案研究的想象，就好像是，如果你在做档案研究的话，你就必须去档案库里面，然后去翻查那些文献，去进入灰尘里面，然后去考掘那些东西，去出土那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然后如果你带着什么东西，新的东西出现了，我们就说，这真的就是一种档案研究。然后所以好像档案研究一定就等于是一种要进入档案库里面去研究档案那样子，还是研究档案？可是我在思考一件事情是，档案研究真的就是一种对档案的讨论吗？档案就是尤其是历史学者他们所做的档案研究，我会觉得我们值得去提问的事情是，历史学者在做的那些档案工作、档案梳理的工作，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在讨论档案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今天我很想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档案研究真的是对于档案的讨论吗？还是对于档案的讨论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所以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会是，存不存在一种更后设而且更具反思性的一种对于档案的讨论方式？然后这个讨论方式呢，会不只是在讨论档案的建制与开放的问题，然后也不只是一种史学上面的一种研究而已。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要
提出从这几个问题，我想要提出一些观察跟援引一些过往的档案理论来思考上面这些问题，或是说去用档案理论的角度来去思考说，那档案理论可以给我们怎么启发，然后我们对于档案还可以有怎么样的讨论方式。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讨论档案的话，我们永远都会遭遇到一个非常就是避不掉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档案？然后我们今天会觉得说，档案好像就会是档案，很多人就会说档案就是文件啊、书信啊，不然的话就会是收藏档案的地方、文献资料库、文献中心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回去看就是我们回去看所谓的档案理论的经典。好，我现在要上课，就是比如像妇科好了。妇科我觉得妇科很有趣一件，虽然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就是妇科是一个在大家讨论档案的时候一定会引用的人，引用的历史学者。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去思索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阅读他的理论，然后让他的理论对于实践会产生某种震荡或是撼动的效果。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就是这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应该每个人都会觉得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他们都已经念过了这些话。可是我觉得大家或许可以再重新念一次，就是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档案的妇科对于档案的讨论，或者档案的定义。妇科就很清楚的就是说，档案并不是把那些文件集合起来就是档案的。然后妇科甚至会跟我们说，就是记录或是保存话语的那些机制、那些空间并不是档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妇科的心中所想象的档案，会跟我们今天普遍意义下面的档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存在。那他觉得档案是什么呢？妇科觉得档案是什么？他觉得档案是一种规范性的系统，它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社会或时代里面，人可以思考什么东西，或是人不能思考什么东西，或是人可以说出怎么样的话语，跟不能说出怎么样的话语那样子。所以对妇科来说，档案基本上是一个机制，一个运作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其实它会规定会规定所有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它会规定说你可能可以说出什么东西，你可能可以想到什么东西，也会规定你不能你永远没有办法想到，也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些东西。然后所以对他来说，档案并不是一个被动储存过去的一个所在，或是关于过去的记录。他觉得档案其实是一个就是持续形塑而且转化事实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主动在运作的功能，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所那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他的讲法了，可是那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是，在他对于档案这样子的定义下面，我们什么是档案研究？然后好，然后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就在重看他这些文字，我觉得他说的很有趣，他就会说，就包括我们现在座的各位，就我们其实如果是用妇科的观点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每个人，就像我现在说话好了，我现在就是我自身，我身为一个就是好像在思考档案的人，可是我其实也陷在一个档案的限制里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其实现在能说出来的话，我能想到的事情，都会被我的时代，都会被整个机制所控制。然后对他来说，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考古，就是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就是他会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研究我们自身的档案的，因为我们就身在档案里面。然后所以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研究档案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对他来说，他会用考古学来说，就是来说他的一种知识，他想象中的一种知识考古学。他会觉得说，我们要去研究档案的话，我们要去研究的是边界，就是我们要去走到最远的地方去看说，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机制的边界是什么。然后跨过了那个边界，我们就会发现说，可能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可能有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事情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子思考，然后甚至可以这样子行事。然后他就说，唯有在那一个边界上面，我们要去探出边界，探出那些
我们去探问那些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探问那些我们不能说出口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档案研究。所以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趣，他所谓的档案研究根本不是关于过去的研究，而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当下，然后我们自身的限制，然后我们自身是如何被整个机制、整个文化、整个运作就是运作机制给限制的。然后他说他会说这样才是真的档案研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就是好，我们用一个这么经典的档案理论，然后他其实要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我说的可能有点激进，就是他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或许就会是所谓我们现在被我们称为是档案研究的档案研究，都不是真正的档案研究，至少对他来说，在他的对于档案的定义下面，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很适合重新去回看傅柯他对于档案的定义，然后去思索一下我们究竟在做的档案研究是什么那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谈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抽象的一个理论家，他叫法尔热，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者，那他其实真的有在档案库里面工作，然后他其实他研究就是18世纪的一些司法档案，然后在巴士底监狱的，然后他曾经也跟傅柯一起工作过。然后我觉得他在他的书里面，他其实对于档案当然就跟傅柯很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他就会提醒我们说，就是他指称档案其实就是司法档案，也就是说那些警察机关、法律机关他们所留下来的一些案牍文件，一些就是你去警察局被讯问的时候记录下来一些文件那样子，然后那些东西被积存在一起以后，就会变成司法档案。然后那些司法档案其实是要支撑一个警察系统或是一个政府机关运作的一个，让它运作的很顺畅的一些生产出来一些文件。然后我觉得法尔热他对于那个档案有一个很有趣的定义，他就提醒我们说，档案跟印刷品很不一样。所谓的印刷品是什么？印刷品指的就是那些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书啊，或是什么拿到的书，我们手上的书，然后或是宣传单什么之类的。他会法尔热会跟我们说，档案跟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他会说印刷品是一种，只要它被印出来，它基本上就是一种针对大众，它就已经预设了说，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读。它也就是虽然它不能真的。他没有办法确定大家是否真的会读它，可是他在生产这些文件、生产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总有一天，就大众会是去读我现在所印出来的这些资料，然后这些东西也必须要促进大家对于某件事的一些理解那样子。然后法尔热他就跟我们说，档案就跟印刷品完全不一样。档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警察机关做那些笔录，或是我们做那些笔录，或是法官他所留下来那些在机构里面被送来送去的那些就是资料或是盖章那些资料，其实那些档案呢，其实从来没有那些档案从来没有意图要供人阅读、使人理解，然后他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这些档案根本不会希望人可以因为他而得到了一些对于事物的想法，或是想要引人去思考那样子。然后他就是法尔热提醒我们说，这些档案呢，警察机关的档案，往往是用一种很制式而且很简洁的语言所被制造出来的，然后它生产出来的意义就只是为了要维持系统的运作而已，它并没有就是成什么大事，他没有要给就是大家理解那样子。然后法尔热就跟我们说，就是不过也正是因为档案这种欠缺思考、不具意图，他从来没有要预设说他要给你看到他自己这样子的一种预设，他欠缺思考，他不具意图，所以我们在看到档案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就是档案。我会觉得我们在触碰到档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们好像触摸到了过去200年以前的一个过去的真正的历史。然后我们看到档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它会给我们某种灵光的效果。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看到它，就好像是触碰到了过去的事实那样子的一种感觉。然后所以
我觉得他对于档案的定义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提醒，就是档案其实正是因为它不是历史，所以它有趣，所以大家对于它那么的着迷。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历史总是要告诉你过去的事实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过去发生什么事，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哪一个皇帝哪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那样子。可档案不会告诉你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就是过去。你会觉得你就马上触及到了过去，你会觉得你非常的直接的可以触碰到过去，这是档案它跟印刷品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档案让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迷人的地方。然后可我觉得法尔杰他提醒了我们一件，就是对于档案实践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就说，就是他会说档案的这种真实的效果，就我们看到它好像仿佛触及了过去，触及了真实，它可以制造出某种真实的效果。可是这也是档案最大的陷阱。为什么？因为我们档案总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会让我们对它产生很大的认同感。然后他的书写脉络当然是在提醒历史学者，可是我觉得也适用于艺术家，就是他就提醒我们说，你身为一个历史学者，你不能仅仅停留在你对于那个东西的着迷迷恋上面而已。如果你太过迷恋它的话，你会忘记要去审视它，要批判性的去观察它，从里面梳理出历史。然后你甚至可能，如果你太过认同它的话，你可能会受它所牵制，然后你没有办法认知到里面总是有所残缺，然后它呈现的不一定是事实，里面的事实跟虚构成分其实同样的多那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也很适用于当下的当代艺术家对于档案的使用，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艺术家跟历史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艺术家通常不需要真的去梳理档案，去把档案整理成一个关于过去的一段文字或是一段历史。艺术家通常他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去把档案拿出来，然后直接援引它，然后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最大的陷阱也就是很多，我觉得这是套用法尔杰跟我提醒我们的，就是如果艺术家太过着迷于过去，他太过着迷于那一个档案所散发出来真实的效果，或是档案给我们震惊的效果的话，他就会忘记说我们必须要透过，就当代艺术家在援引档案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说我要去反思档案，我要去诘问它到底它的生产机制是什么，然后他可能就会我们可能就会太过着迷在某种恋物癖的那样子的状态里面，然后就把它变成直接把档案拿过来说好，就把它拿到展场里面去说好，那这就是一个我们透过它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了。就我个人会觉得说，艺术家在某个程度上会是比历史学者还要容易掉入档案的陷阱里面的一群人，因为我们不要求他们去书写历史，然后他们通常也很容易就直接忘记说他们要对档案提问，他们要反思性的辩证性的去探问档案那样子。我觉得这是法尔杰给我们的那个的提醒。好，然后再接下来，我其实想要就是跟大家刚才讨论到了那个历史书写，然后我想要也跟大家讨论一下班雅明跟Seydoux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班雅明他在他的书写里面其实也很有趣，他就也跟我们说，就是书写历史意味着引用历史。然后他就说，在引用的概念中也包含了将个别历史对象从其原生脉络中撕裂分离出来的含义。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你以为你在书写历史，可是每个书写历史呢，都是一种去脉络化。我说的去脉络化是指的是说，你总是把过去的一个东西，把它从过去分离开来，然后尝试着去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脉络里面去解读它。然后所以班雅明就提醒我们说，就是书写历史总是包含着某种去脉络的过程，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学者会很希望可以帮我们重建过去的历史，可是班亚明提醒我们的事情是不会有重建历史这件事情，你在重建其实你就已经在去脉络化它了。然后如果是然后我觉得 Du Seydoux 他其实也是他在思考历史书写的时候，他也是会这样提醒我们，他就是说其实他就写说什么是历史书写开端呢？历史书写的开端就是排除聚拢，然后将某些东西转变成史料，转变成文件。然后 Seydoux 会跟我们说，就是所有的历史书写，它都关于，就是历史书写永远都关于的某种，就是在空间上面的转移，或是排除、梳理，或是整理那样子。在这些操作里面呢，其实所谓的过去，其实也一直在被你重新的分类，重新被你整理，重新被你割裂，重新被你安排布置那样子。它总是牵涉着空间上面的位移那样子。然后，所以对于班亚明还有 Seydoux 来说，就是历史书写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关于过去的重建而已。然后，我觉得然后甚至班亚明曾经也在他的书里面写说，就像是考古学一样好了，他就说，就是你以为你要，就是你去挖，就是你要去寻找宝藏，然后你可能在距离地下5公尺的地方，你发现了一个关于过去的宝物，然后你找到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找到了过去。可是班亚明会跟我们说，你不要忘记你在挖掘它的时候，你都在破坏整个地层。所以对的，班亚明会提醒我们说，所谓的出土，所谓的考掘，永远会跟毁坏是连接在一起的。它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先毁坏，就是土壤的完整性，你才能去获得你所想望的那些过去。然后，所以那个就是对于过去的翻查，总是连着一种毁坏的机制在后面那样子。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念，也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例子，就是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好像就是因为庞贝古城帮我们保存下了一个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个过去的历史，而且你就会发现说，就是火山爆发，然后他们被堆积在被淹没，然后他们被保存在地底下面被保存下来。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就可以开始考察过去他们是怎么样生活，他们怎么样的。可是弗洛伊德就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忘记，他们就是在死亡里面让我们看见过去的。所以我觉得班亚明还有弗洛伊德，他就跟我们说，不要忘记在那一个重建过去，仿佛看见过去的那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同时看见的那一个死亡的意象，还有那个毁坏的意象。就不要忘记，毁坏是跟出土跟考掘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历史学者包括很多展览也很喜欢去说，今天终于出土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终于考掘出了什么东西。可是所谓的出土跟考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说，他在替我们揭露了某个过去的同时的截然不一样的面向，然后那面向或许就是死亡那样子。然后我之所以引用班亚明还有 Seydoux， 其实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事情是说，就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档案的实践，永远都无论是档案的搜罗、建制、爬书、调度、展示这些东西，它总是牵涉着某种位移，总是牵涉着某种去脉络，就是把它某个东西从它原本的脉络里面给分离出来的那样子的过程。然后我要说的，就我之所以会跟大家就是说这些档案的实践所牵涉到的毁坏的原因，是因为正是因为我要说的不是说所有的档案的实践都是主观的，然后都是一种恶意的破坏，或是说都是某种潜在的就是操弄之类的。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我要说的事情是，反而是因为档案永远都关乎着操弄，档案的实践永远都关乎着主观，档案永远都关乎着那一个就是挖掘档案的人，他是那一个挖掘
档案的人他心中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们在讨论档案的时候，尤其是在讨论档案的实践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档案的实践永远都是跟当下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它会连接的，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讨论档案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出土了台湾的什么东西，或出土了过去2000年前的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班雅明还有谁都有，包括弗洛伊德要提醒我们的事情，都会是说，就是这些所谓的出土跟考掘，或是这些对于过去的一些述说，其实都关乎着当下的意识形态，当下的我们究竟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当下的我们所思所想是什么？然后我们是怀揣着什么样子的问题去挖掘土地？我们想要去找到什么东西的？所以对于过去，在回看过去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虽然很多人都会说回看过去，我们就是要去回看过去的事实，可是，在那些事实里面，就是在那些把事实的大旗举起来的那样子的那些历史学者，或是那些艺术家，或是那些策展人，其实我们都不要忘记，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实践，他们都会牵连着当下。然后我觉得，既然这些东西档案时间是紧密的牵连着当下的话，我们就更有意识的是去问说，那我们现在究竟需要什么？然后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被那些好像过去很重要，我们再不挽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要丧失掉，就会不见了那样子的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臣服在这种说法里面。我们要去探问的是，去问的事情是说，这些对于回看过去的眼光里面，他们里面包含着怎么样当下对于过去的要求，或是他们所想要见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当我们把聚焦于当下，我们认知到当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看过去的立足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问说，对于当下来说，我们到底需要过去的什么东西？对，就不要忘记说，我们永远都是在当下在回顾过去，在当下去考掘那些所谓的过去事实、过去历史那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当下？我觉得我们在透过档案的实践，其实也必须要去回问这个问题。对，就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希望我们不会说太，大家可以懂吗？好，没关系。如果就是大家，我们可以再讨论。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在做档案研究的时候，我也想要，就是我也发现一个喀麦隆的学者，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有趣，就是他其实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个档案的另外一个层面。然后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直接说第二个，就是他会跟我们说，档案啊，其实就是所谓的档案化，其实永远都会是一种没收、充公或是剥夺的过程。也就是说，所以他在说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在说的事情是，好，我们今天譬如像是我们觉得一个艺术家很重要，我们觉得一个导演很重要，我们觉得一个人很重要，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把他的书信、把他的手稿、把他的甚至家里的整个收藏，把它档案化下来，把它保存下来。可是那个姆本贝这个哲学家，他就提醒我们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牵涉了一种征收的过程。意思就是说，它原本就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东西原本都是私人的东西。然后，那在征收的过程，征收它连结的是什么呢？征收的意思就是说，变成是一个国家会觉得说，好，我要把你的东西我要把它指定为我们的文化资本，我要把它保存下来，让它不会，你就是这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会跟平常人不一样，他的东西必须要永远都被保存下来，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文化资本，我们共同的资本。然后，所以就是姆本贝他提醒我们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档案化的过程，当我们决定要把什么东西保存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要把一个私人的东西转为公共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公共化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去脉络的过程，就是希望它变成原本是他的，现在变成大家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对它存取。然后国家他就提醒我们说，国家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制造一种我们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历史、共有的时间这样子的一种想象。
的一种，这是一种国家制造共同连续时间、共有时间的一种想象的一种方式。对，所以我觉得这边他提醒我们的事情也很有趣，就是他会提醒我们说，连续是不存在的，档案永远都会是零散片段的。可是呢，可是历史学者在收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希望提供我们一个，就像是台湾艺术史好了，我们就会希望说，台湾的艺术史第一个人是谁，然后他承接的另外一个人是谁，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接下来那一个人是谁，仿佛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我们大家共有的时间，而且中间是完全没有断裂的。可是对于姆本贝来说，他就会说这一个连续性其实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想象，就我们不要把它以为说，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真的是如此，它真的是一个连续性，它就提醒我们，它其实是片段的、分散的，甚至是断裂的。好，然后我觉得姆本贝有另外一个对于档案的观点也非常的有趣，他就说呢，他会认为说，其实每一个国家，他会就是他其实都会每个国家都受制于他的过去，然后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很希望可以控制关于过去的档案。然后呢，他就提醒我们说，然后国家控制档案，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控制档案呢？因为他希望可以就是放下过去加诸在他肩上的那个负担那样子。然后他就提醒我们说，很多国家都很希望可以消灭档案，然后消灭档案有2种方式。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有趣，他就说有2种方式，一种是比较野蛮的方式，就是毁坏档案，就把所有档案全部都销毁掉，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好像脱离对于过去历史加诸在国家身上的负担。可是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在这边，他就说销毁档案是一个不只是一个野蛮的行为，毁坏档案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它最奇妙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就是毁坏档案，好，我想一下怎么说，就是毁坏档案其实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当我把过去的档案全部都销毁的时候，它反而把过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然后这件事情在姆本贝他的眼中反而是很危险的，就正是因为过去的东西所有都销毁了，所以人在回看那个空缺的档案的时候，就会说，哦，所以这里面都充满了阴谋论，就任凭大家想象。然后所以他反而是毁坏档案，把过去的档案全部都销毁，反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反而制造了大家对他完全自由激荡、就是自由心证的那些想象、那些幻想，或是那些指责。所以对他来说，毁坏档案反而是在制造一个大家可以任意的去想象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就说，所以现代国家呢，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毁坏档案。他用的方式呢，就是纪念，就后面说的纪念。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就把所有的档案呢，就是公开给大家，然后我把那些档案丢回给那种整个商品的世界，让大家都有存取权。然后在那样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开始就是档案就进入了一个被消费的一个过程里面，然后被消费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在一次一次用纪念日的方式去学习着，慢慢的去，就是对姆本贝来说，所谓的纪念呢，所谓的纪念日，或是所谓的那种纪念日、定节日，或是梳理过去，或是公开档案，其实它背后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学习遗忘。就是他会说这是一个文明的做法，就是可是就是透过去纪念它，来让大家忘记这些档案的存在。说听起来非常的矛盾，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趣，就是正是因为我们开始纪念它，正是它成为了商品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任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存取它，每个人都可以去援引它，然后这样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会说，反而我们就开始学习跟那个过去保持距离，然后我们开始可以去慢慢的开始学习忘记那些档案
档案身上的那些生命跟那些记忆那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对于毁坏档案和纪念这两件事情都很有趣，就是纪念反而会比毁坏档案还要有效，还有效的让我们忘记过去。好，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如果大家可以再讨论，或是等书出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文章。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也提醒我们说，档案化其实也是一种征收的过程，然后它在制造出来其实就是一种关于我们大家共同过去的想象那样子。对，好，然后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也很值得我们现在去思考，尤其是我们台湾现在正陷在那种就是重建台湾艺术史那样子的一种整个潮流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想说，他在制造的是怎么样关于大家、关于台湾共同的想象，然后他在制造的是怎么样连续性的幻象那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也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说法。好，然后我想要给大家看一段他这边说，就是他文章里面写的一段话，他就写说，我觉得他说的也很有趣，虽然这可能会历史学者可能会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趣，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写说，历史学者并不满足于使死者复生，就是他们之所以会让死者复生，是为了更有效的让他们沉默晋升，让他们从自主的话语转变成让他可以援引依靠的支柱。然后好，我不直接这样念过去。总之他要说的事情就是说，历史学者在做的事情呢，他会去援引很多档案，可是援引档案的那些目的，他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要让死者那过去的人开始说话，他要的历史学者要引用档案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让死者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就让我来帮你代言就好了。所以其实援引档案也是一个，我们通常会觉得，我觉得他的说法完全跟我们对于档案研究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可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使用档案到底是在使死者重新复活，还是说我们在援引档案的时候，其实是在希望死者不要说话，就让历史学者来代替你说那些话就好了。所以在姆本贝他的眼中，其实历史学者也是一种透过档案来获得他诠释过去的权威，然后然后在诠释过去的权威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家共同的过去，就像刚才他说的一样。所以他其实他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档案其实并不是一种让死者可以开始说话的地方，他反而是说档案是一种让死者开始不要说话的地方，希望他们不要说话，你就让我帮你代言，让我帮你诉说关于你的过去就好了那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其实也很好，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说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或是当档案被展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征收他们，然后让它变成我们共同的过去，然后我们也在公共化他们，对，然后我们真的是在还予这些死者他们说话的话语权吗？还是我们其实在做的是剥夺他们的话语权？我觉得这是姆本贝提醒我们的事情。好，我好像现在有点我本来希望可以不要上课的，我再说一个观点好了，就是我觉得德希达也是一个最近大家谈到档案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引用他的人。然后，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是，我想要谈他的法文，就他的那本书在那个德希达有一本书，那本书叫做《Archive Fever》，就在英文翻译里面把它翻译成档案热。然后呢，我觉得，可是德希达的那一本书的那个法文书名其实很有趣 ，Madahiv， 就是这个法文字，这个法文其实是档案热的法文原文。然后 MAL 这个字很有趣，骂这个字很有趣，因为在法文里面骂有那种控罚罪恶、邪恶的意思。
然后它当然也有炙热那意思。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忘了，就是德希达在讨论档案热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说，档案就是一种恶，就是一种邪恶。然后他为什么要说档案是一种邪恶呢？我用一种很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档案其实我们都觉得档案好像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过去、保存过去。然后可是德希达就提醒我们说，档案其实非但不能帮我们，就是非但不能帮我们保存过去，反而会销毁我们会毁坏对于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或是反而会助长遗忘。我觉得他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如果用更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你们可以去想说，我们大家自己在家里的硬碟里面积累了多少东西，可是我们真的有在用，我们真的有在使用它们，把它们叫出来看吗？就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的每个人全部都变成了现在一种档案的积累里面那样子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会觉得持续积累，然后我们可能所收藏的东西可能也是永远都看不完，然后我们甚至如果是那个音乐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一点都不要让它停止，我们可能永远我们一辈子都听不完，可是我们持续的收集，持续的积累。然后我觉得他要说的档案热，其实档案之恶就是这样的状态。这些东西并没有办法帮我们，它其实在助长我们的遗忘。可是它在助长我们的遗忘的同时，我们又觉得我们很需要它，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又忘记了，所以我们又很希望它，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持续的在像是某种恶性循环一样，不断积累它，不断的想要获取它，不断的保存它。可是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掉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积累的过程里面。然后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其实从来没有真的记住了什么，反而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助长我们遗忘。然后可是在我们被它助长了我们遗忘的同时，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能遗忘，所以我们继续开始收集。然后所以我们就完全掉入了一个档案的陷阱里面。我们会不断的积累，然后我们陷入一种强迫症。然后如果用德希达自己的话来说的话，他就是说档案之恶是一种着魔式的狂热，一种对档案不知厌足的贪婪渴求，然后它也是一种很强迫症式想要回到原初的欲望。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因为大家以前很多人在引用德希达的时候，都因为德希达曾经有说过，说我们必须要开放档案，然后开放档案给大家给大众那样子。可是可是我们都会忘记说，德希达同时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开始在进入档案的实践以后，我们会很容易被它攫住，就是我们很容易掉入它的陷阱。我们会被它的档案里面自身所潜藏的一种邪恶给吞噬掉。然后我觉得它对于我们的提醒就会是，我们在一个台湾如此的陷入这种档案热的一样的状态里面，我们该如何让自己就像我上面写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在罗致档案、建构档案同时，不被档案之恶所吞噬？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必须要就是非常去思考的问题。好，我终于好。以上是一些关于档案的一些理论上面讨论，然后我接下来想要丢出几个问题给大家，然后我觉得这些提问大概可以分成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档案的运用与展示，然后另外一个是档案的考掘、研究或是建制与保存的层面，就是可以分成2个层面来讲。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艺术家跟策展人的话，我觉得可以问的问题就是有这些问题，像是如果在一个展览里面，我们想要展出档案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问说，档案跟艺术作品的差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档案可以就是艺术作品是可以跟艺术作品画上等号的吗？还是他们有所不同？好，就是他们到底能不能被视为同样的东西？或者我换个说法问好了，如果我把一件艺术作品当成一个档案来看待的话，
这样子对他是否是公允的？问题是哪边？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重新把这一个操作重新解释一次。如果我今天把一个艺术作品看成档案的话，我就觉得那个艺术作品帮我记录了过去的一些历史，帮我保存了过去。可是如果我把艺术作品看成是档案的话，会不会就化约了就是艺术作品的意义？它的存在就只是成为了一个关于过去的解释，或是对于过去的证据式的存在。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小看了艺术作品的效力？这是一个为什么档案可能不能被跟艺术作品画上等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策展人必须要思考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档案跟艺术作品之间他们的差异，或是他们的就是他们很类似的部分跟他们很不一样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策展人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今天我们在展览里面最常看到的一个档案使用方式。就我们会看到在档案，就是在展览里面陈列出很多手稿、书信、报章啊、笔记、文物等等之类的。可是通常这些东西都会被拿来作为一种对于艺术作品或是艺术家生平的补充或是说明。可是我觉得策展人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这些档案所谓的档案有没有可能不只是在帮我们做补充说明的而已？这些档案有没有可能制造出另外一种新的美学层次？然后它有没有可能开启出不只是在帮我们解释作品或是艺术家的生平背景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然后对，好，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在面对档案的时候必须要去思索的问题。然后这也很就是很跟我们的档案实践很密切的相关。我想要略过第三个，好，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艺术家而言，我觉得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你如果在调用档案的时候，就是在调用档案的时候，如何不会只是在援引过去而已，只是在将过去的历史、田野、议题作为一种证据来使用？然后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引用档案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更不一样、更具有创造性的美学层面上面的向度？意思也就是说，在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问，另外一个说法来问的话，就会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要怎么样在援引档案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只是在处理那一个历史，在处理那个田野，在处理那个议题而已。你要怎么样在艺术作品的美学形式上面创造出一个截然不同于过往的一种美学向度？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就是艺术家在面对档案的时候，会一个非常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你的作品的意义不会只来自于你引用的历史，不会只来自于你引用的田野，不会只来自于你引用的议题。你要怎么样让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感性的存在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在里面制造出一个美学向度上面的一些不一样的经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今天历史当道、田野当道、议题当道的艺术环境里面，大家必须要去思考问题，就是在使用档案的时候，艺术在哪里？艺术在哪里？它能提供我们什么？它能提供我们的只是历史吗？只是过去吗？只是田野吗？只是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是说它可以在美学的层次上面创造出一个不能被历史所涵盖、不能被过去事实所涵盖的某些讨论的无以名状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艺术很重要的功能。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今天回看这个台湾的就是艺术档案实践里面，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惜的状态，因为好像我们就只剩下历史、田野跟议题，然后艺术不见了。对，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对于档案的转化调度，然后或是说透过档案在一个空间里面所制造出来的一个脉络，然后让档案不是在确认事实，不是在提供佐证，不是在回顾过去，而是在就是在对抗那些已然的东西，在审视我们的现象，然后制造未知。它并不是在回顾过去，而是在回看过，而是在制造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未来。就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使用档案的时候，它不是往回看，而是往着未来看过去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今天我们能在档案的方法学上面能开启出一个这样子向度上面的话，我们或许才能真的就是获得一个新的实践上面的意义，就是在档案上面，就是档案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不只是关于过去，而是一种对关于未来的一种批判性，就它有没有办法提出一种关于未来的一种倡议，然后它有没有可能不只是在关于要我们回看过去而已？对，好，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艺术家可以去思考，或者策展人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好，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就是跟可能会比较有关系，就是我想要讨论，就是像是如果是机构或是艺术史书写的话，他们可以去思考哪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会是说，要如何在运用档案的时候，就是因为譬如像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是一个曾经有被殖民历史的一个区域，然后跟亚洲很多地方都很类似。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档案、建制档案，可是在建制档案、使用档案的时候，同时去避免再次复制当初制造档案、管理档案的这些掌权者或是殖民者的目光。就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殖民者对于档案所设立下的一些逻辑或是使用方式、观看方式，然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研究或是在收藏里面去揭露档案鲜艳性的限制？就它可能就是它有一些，就像所谓的鲜艳性的限制，指的就会是像是傅柯说的，就是在有一些东西是档案永远没有办法所涵括进来的。那我们在建构一个档案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去揭露那些我们无法涵括的东西？听起来很矛盾，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实践上面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要怎么样去揭露自身的局限，揭露就是那些根本无法进来的那些过去。我觉得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档案、建制档案的时候建制档案的时候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今天早上在想的，就是我们通常台湾也会觉得说，我们一直要像是台湾也像台湾因为我们自己自身的历史，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档案机制，建立起一个我们。用台湾人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台湾的主体性好了。可是有趣的一件事情就会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也会回到档案的研究上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在研究台湾的档案的时候，就真的已经在建立一个台湾使用档案的不一样的方式了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回看，就是我们透过档案在回看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建立起一个所谓台湾的方法学了吗？还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台湾的所谓的档案的方法学的话，就必须要不再把档案视为是关于过去的记录这样子的一种看法？我们要放弃掉这个西方给我们的看法，我们才能真的摆脱所谓我们想要摆脱的那个西方殖民的状态。就是我不觉得在内容上面改变，就是在内容上面转移到台湾自身，我们就可以摆脱。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要更后设的去问说，我们是不是要对档案有一个更大胆的，然后更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方式，然后那个方式会让我们创造出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知识体系跟不一样使用档案的方式，然后这才是所谓的脱离殖民的状态。对，好，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有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承接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抗拒，因为但很多在研究档案的人都会知道说，档案之所以当初会创造出档案的概念，就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国或殖民者他们想要记录或是想要保存关于殖民地的一些种种所发展出来一种机制，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提醒我们说，档案其实关乎着一种帝国主义。可是我觉得在这就是档案关乎着帝国主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放弃掉把档案看成是一种中性保存过去历史文件的场所，然后去进一步的创造出更具反思性的档案保存跟考察或是实践的方案。然后唯有去放弃掉那一个这么理所当然的看法以后，我们好像才能脱离那一个我们从帝国无论是帝国主义或是殖民者所继承而来的那一种观看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料库建制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问题。好，我累了。好。最后两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承接刚才的，就是像是历史学者，如果是历史学者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其实在刚刚的讨论里面，其实有稍微谈到，就是我们要如何在历史研究或是在保存机制中提示出那些未曾被记录或是根本没有办法被记录的事物。虽然这已经背离了历史学对于实证性的要求。然后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其实艺术作品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所以我那天在跟Nicole讨论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艺术史书写是一个关于艺术的书写的话，为什么艺术史书写没有办法去对在艺术里面出现的很多的那些所谓的档案艺术学习，就是就在制造艺术作品的那些方式，有没有可能对于艺术史书写产生一些启发？然后艺术史书写有没有可能不要再只躲在档案背后，然后说好，这是我们一切都非常的客观，我们在说的就是过去，我们使用的方式就是一个所谓科学的方式。可是这些科学、这些实证性，就正好，或是这整个学科建制的历史，就正好就会是整个我们所批判的殖民历史或是帝国主义所传承下来的一整个的遗绪。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就会是，我一直在提醒说，不要丢太多问题给大家，因为丢太多问题给大家，问题会失效。好，这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是说，要如何让档案不被单纯的被化约为史料，或是一种被动的收藏容器，然后或是作为一种过往历史的证据而已，而是让每一次的档案实践都把每一次的档案实践都看成是一种对于线下很迫切，而且非如此不可的一种回应。然后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在使用档案的时候，大家必须要去思考问题。我们在处理的不是过去，我们在处理的是当下。而且就是如果档案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在处理的是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当此时此刻最迫切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档案的时候，对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好，然后我最后还是就是刚才我知道我拉里拉杂的提供了很多问题，很多不一样的理论之类的，然后就是也希望大家如果未来就是这本书在9月的时候会上市，然后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不够周全的很多东西在里面应该都会获得解答。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这本书。对，就是据我所知，它耗费了我们很多心力，然后对，就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期待这本书的上市，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关注它这样子。好，感谢大家。好，谢谢丽君。那先简单掌声。
谢谢丽君刚援引了这么多的知识来作为讨论的起点，然后因为的确是蛮庞大的，所以我想，刚其实讲到德西达的时候，档案之困的这个地方，我有一个蛮个人的感受，就是我是一个热爱在浏览器里面开分页的人。我使用浏览器呢是可以开，就是一次它最多可以开3个工作区，然后我每一个工作区大概都有50-60个分页这样，然后所以每一次我要结束，但是因为我都觉得某一天我就会再回来看这些分页了，我不能抛弃它们，这些都是对我的研究、对我的甚至是一些兴趣相当有帮助的材料，所以每一次我关闭我的浏览器的时候，他都会问说，请问您确定要关闭这280个分页吗？然后我就会说是，然后下次的时候他就会再打开280个分页，然后他只会无止境的增加，所以没错，我就是一个被困在档案里的人。然后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说到底要怎么回应丽君这个庞大的知识系统。然后当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也许可以先刚刚讨论各种关于档案的定义跟实践，我觉得可能稍微简单的分成，我们讲档案研究的时候，一部分可能是讲档案诠释的研究，那一部分可能是讲档案的建制的研究。然后这两个，所以我们在讲档案研究的时候，它也许实际上常常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的领域，有时候来回交杂，然后有时候是碰到不同的议题。然后就档案的诠释研究这方面，当然刚刚丽君已经提到很多档案如何成为一种记忆的方法或历史的方法。然后有一个说法是在前阵子我跟AAA 的同事在谈说档案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做档案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蛮有趣的说法，他说他认为档案是一个验证的方法。那在我们这一次的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里面，这个验证是什么？就是说先不讲档案建制的过程，但是例如早期，比如说在资讯还没有那么流通的时代，我们讲台湾替代空间、台湾独立艺术空间，你会听到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策展人或者是艺文工作者说，哪一个空间算是独立空间，哪一个空间算是实验的性的独立空间，然后这些好像有点约定成俗的状态，它反而是可以透过我们档案建立起来之后做进一步的验证。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说阿普画廊它是一个商业画廊，有的人认为说阿普画廊是一个独立艺术空间，那它就可以在档案被建制起来之后作为一个验证的材料，然后也许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刚刚丽君提到说，不只是确认事实，不只是提供历史的材料，它有没有办法作为一种以验证的方法来提出审视，提出对未来的批判性的倡议等等。那当然作为一个我先说我加入 AAA 其实也才1年多的时间，然后所以我等一下讲的其实是我个人的观察跟心得，就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 AAA 的官方立场这样。然后作为一个档案的建制者或是建制的机构，有一个我觉得是蛮在讨论档案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跟档案诠释研究是相当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讲档案研究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说我给出这个档案该如何被诠释，不是这样子的诠释资料，而是说当我今天收到了一批东西，这批东西它可能是非常的散乱的，那我要如何这一批东西它可能背后是艺术家，它可能本来的拥有者是艺术空间，我要如何去理解这一批散乱的资料，把它重新结构化，把它有系统的去整理给未来的使用者看。那你要进行分类，要进行架构的时候，它势必需要的是你对这个你的对象的研究跟了解有多深。所以当我们讲档案研究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做研究员的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你对这个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提出这个架构。那这个是当我们在 AAA 里面说研究的时候，它一个我认为是最基本的意义。那所以这个基本意义，当我们讲档案研究的时候，会跟档案诠释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面向。但同时它有一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建制档案的时候，也许其实不只是 AAA 啦，我觉得应该说任何一个机构它要做档案建制的时候，它势必都是一种权力的过程。就像刚刚丽君有提到说，档案其实不只是一份资料，它更是一种身份或者是状态。那这个状态它当然其实就包含了权力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必须得提出一个我要收某某档案，我要做某某档案的时候，就是这个研究员或者是这个机构认为这个档案比起其他档案来说更重要，必须要提供足够正当的理由来收这一批档案，因为每一个机构都是只有有限的资源跟时间嘛，所以在这样子的机制之中，它揭露的当然就不只是档案作为资讯，它也揭露的是档案作为一个权力机制的一环。然后但同时，因为刚刚丽君还有讲到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研究档案的。然后但我个人觉得，所有的主体对象是可以进行自我档案化的，就是你要不要研究自己，跟你要不要档案自己的过去是两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从竹围的档案来看，然后刚好跟我们的档案工作有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在做档案的时候，我们很强调的一点是档案的完整性，就是 integrity。那这个完整性指的并不是说我收到了一份很完整的档案，我能够确保这个历史是完全被保留下来的。这个完整性指的是说，当我收到了一份对方给我的档案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今天当然像我刚刚讲到的，如果今天是一个你收到一个没有整理过的资料，那这时候是研究员要去给出一个结构方法。但如果你收到的是一份，例如说竹围档案，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把自己的档案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结构的时候，这时候的完整性指的是说，我们不要去破坏他对自己的诠释，不要去破坏他自身档案化的方法。那这个是当我们讲完整性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但同时呢，在做竹围档案的时候，它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就是一方面是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竹围，可能比如说他5周年的时候出一本书，10周年、15周年出一本书，然后你可以发现他每一次对自己自身过去历史整理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件事情在2019年的时候更明显，是我记得那时候竹围他们请了一位研究员来对竹围的档案跟历史进行重新的研究，然后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方式。然后后来我跟这位研究员在谈他们怎么分类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说法，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觉得竹围还有下一个5年、10年、15年要走，所以他们是用这种角度去检视跟分类自己的历史。可是如果今天竹围实际上也是竹围是已经结束的空间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角度跟分类的方式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当然也就牵涉到说，我们做历史或档案研究的时候，它总是需要一定的历史距离，然后来去判断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以及来去重新想它的结构跟呈现方式是什么。这样，所以其实在做档案建构的档案研究的时候，牵涉到是蛮多这种不同的面向。那还有另外一个刚刚也是李君提到，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很难非常系统性的回答，就是有一点东一点西一点，就我自己的经验来做回应。然后刚刚有提到说如何要揭露这种鲜艳性的限制。
那个人觉得说，在我目前的实践经验里面，非常重要就是跟大家说，比如说 AAA 是怎么样建制档案的。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树状结构，但这个树状结构并不会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分类方式。有的人可能是照年代分，有的人可能是照活动的性质分。然后不同的结构方式，它其实就会反映出了不同的研究员他怎么样理解跟看待这个研究对象。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像我刚刚讲说，机构有机构自身的权力的特质在运作，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同时对我来讲，档案研究、档案建制研究这个问题意识，也许可以延伸到说作为机构里的研究员，他被赋予了什么样子的弹性跟方式来去回应档案建制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次，老实说，每一次的或是我们AAA 的文献库里面、资料库里面的每一笔档案，它其实都揭露的是不同的研究员在不同的时候对那一份档案的回应。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档案这件事情并不只是单纯的作为验证过去的方法、记忆的方法。它对我们来讲，其实每一个档案都是我们对于在当下对于这一个档案对象的回应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回应，但是我想因为今天现场其实也有蛮多艺术工作者、档案工作者、策展人或艺术家来，所以还有线上的朋友，就如果有什么问题跟回应，可以随时举手或者是在线上留言。线上有那个来自沈博义，他说他有几个问题。他是先谢谢你提到档案对实证主义机制的反省，强调美学化后设机制的重要性。那他想问的是，档案如果在被美学转化的过程中，又落入了高度奇观化、消费化的陷阱，该怎么办？然后第二个是，全球南方好像都还是有实证主义倾向，不管策展或艺术都有建构自己历史的倾向，台湾也是。那好奇全球南方强调建构，跟西方理论强调后设档案拆解重构的关系是什么？那去殖民的档案方法又会是什么样子？档案如果被美学转化的过程之中，就是变成一个奇观或者是消费的陷阱，也许可以从比如说之前丽君如何处理展览中碰到的档案，你怎么样处理跟呈现这些档案，它跟美学之间的关系要如何互相均衡？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啦，我自己的观点是，其实那个博弈刚才说的那个南方，还有我觉得那是整个亚洲的状态，就是这些曾经的被殖民国，他们其实在回看自己过去的时候，都会遭遇到一个很巨大的困难。然后也就是所谓档案之困，就是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绕不过去。就我们像是台湾好了，我们一定要我们要回看台湾自己的历史的话，就一定要回看自己的日据或日治时代的档案，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回避那些东西，所以这边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到底要把它当成是一种中性，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去批判它的一种殖民帝国的眼光，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也会切换说，好，那我现在把它当成史料来使用，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这是一整个亚洲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啊，就是刚才我好像提了很多，我希望大家，虽然我知道我刚才说的很理论，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档案理论还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用的话，就是因为傅柯或是刚才提到那些人，他们对于在思考档案的时候，像姆本贝他也是身为一个非洲的学者，那他其实也是一直关注后殖民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里面其实他们他在思考的问题，其实都很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说我们到底在接触档案的时候，到底此时此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有哪些东西可能当我们
马上跳入内容的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掉了。就我们马上跳入内容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那一个档案的，就是档案之恶给困住。然后我觉得这些理论，或是刚才这些理论给我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档案在使用档案的，在实践档案的时候，要对档案若即若离的。就我们把它视为过去的同时，然后同时又要跳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为曾经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或是就是像台湾这样子的一种处于这样的位置的人，需要去思考的问题。然后我自己个人比较不会把它视为是一个东方比较后设，然后南方比较实证主义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只把这些理论看成是一个好像一个文献回顾式的东西。就我刚才好像丢了很多问题给大家，然后其实我在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不觉得我成为了一个档案专家，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就只是就处在一个实践跟理论中间，然后我就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如何从理论那边让理论可以成为对于实践制造出一些问题那样子的一种，使他们变成那样的存在。然后所以这些重新阅读，我不觉得我们在阅读西方理论，我觉得我们在阅读的是曾经有很多人对于档案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然后这些思考可以对我们的当下提示出一些怎么样子的给我们一些启发。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可以回到傅科来讲，因为傅科就提醒我们说，刚才有说傅科说我们没办法研究我们自己的档案，因为我们就陷于其中。然后傅科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当下，因为距离太近了。然后我觉得阅读这些理论，或是阅读这些所谓后设的东西，其实就是尝试着在为我们跟当下之间制造出一些距离，然后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那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在做什么？那做这件事情，我们会陷入哪些陷阱？然后或是说会造成哪些状态？我们无意识的就接收了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提醒会是在实践层面上面是重要的。然后，对啊，我会这样子。我知道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对。好，现场有没有人想要？哦，是，谢谢。谢谢那个丽君的分享。然后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下刚才那个沈博义刚才提到的那个档案，被忘记他用什么词了，奇观化。就是因为我今年有参与绿岛的人权艺术，然后其实我们在展览里面有碰到蛮多白色恐怖的档案，其中就有吴玛丽她在选的其中一个档案的时候，因为她的案例本身很极端，就是因为她在被关的时候还有她的精神失调，就发生精神失调，所以看到她的自白书的档案，可以读到他这个人在不同的状况下写出不同的内容，所以他在选择这个案例的时候，他反而不去重新的诠释这个档案，他只是选了2个不同的立场放在现场。因为对他来说，其实他再去诠释这个案例本身也有点太洒狗血了，所以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呈现。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有找不同的历史学者来帮我们上课。其实对他们来说，像白色恐怖当时政治犯的档案，很多人他可能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意愿去写下里面的内容，或者在记录本身是有受到刑求的，所以他们在读这些档案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以客观的历史或是它是呈现真实的状态去看这些档案，他们反而去承认这个档案本身是破碎的，所以在后来他们会用蛮多的是访谈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接触受难者的方式去重建那个历史。那其实在我们这次展览里面也蛮多艺术家会去读这些讯息，可是他们选择的比较不是用档案的方式去呈现历史，而是怎么
我们比较强调是怎么透过现在的经验重新去转化这些经验。那我想要问的是，刚才在讲那个蒙贝尔他在讲那个就是档案本身是让死者晋升的这件事情，我其实蛮好奇的是，他有没有提到说，如果不透过档案的话，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去找到一些可能档案里面没有呈现的内容，或是更好的一个方式？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提到，可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很有，就是他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给我的启发是说他把一个所谓的他在提，我觉得他如果对我们当下是有效的原因的话，他是提醒我们说，即便是历史，然后即便是所谓的说我们要重建历史，要还原过去那样子的状态里面，我们其实也在，就像是如果是用白色恐怖这样一个历史来说好了，我觉得当然都是客观历史，然后也是历史学下面很严谨制造出来的一些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可是我觉得他要提醒我们的事情是说，这些东西，当他或者说综合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东西，就像是这些东西，当那一份文件，当它在被展示出来的时候，他为什么我们会对他着迷？或许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写给我们看，我们都是一群不被他所预设的读者，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好像窥见了，我们好像不小心看到了某个人的秘密，然后他也产生了某些灵光。然后我们不是在观看关于过去的历史，我们就好像在直接触及了他那样子。然后我觉得蒙本贝他说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在梳理过去的同时，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虽然那是好像是一个个人的历史，可是那个个人的历史，即便我们在说尼寇的历史好了，可是我们在对大家说尼寇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把就把他的那一个私人的东西，把他私人的角度，把它回归到公共里面去，然后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建构一个我们对所谓我们的想象，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对象，然后他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然后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我们在回看过去，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从何而来这样子的。虽然这些东西都破碎的，可是我觉得他要跟我们说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说我们大家的过去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就在制造一种我们共同的过去，即便那是一个透过那一个被他称作是可能有一点戏剧化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剥夺或是征收的过程。然后他就是，所以我们永远都会是。我觉得蒙本贝他在他的文章里面，这篇文章其实很短，可是写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对台湾，我觉得他有很多个角度可以念这些文章，包括我们在展场里面看到那些复制的书信，是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底怎么样理解他们的存在，处于我们面前？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在中间走来走去，然后它也变成了我们大家。我们到底是在记忆还是在遗忘？如果用他的说法的话，就是我们到底是在回顾过去，还是在学习着遗忘过去？透过纪念的方式，对他来说，纪念是一个最有效的让国家可以不要再承受这样子过去的债务的一种方式。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在这边好像不太适合再进一步去说它可以对我们产生怎么样的思考。可是我觉得它有很多，我觉得它的东西，它的这些说法很值得它对我们当下可能会是有效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对于档案实践非常不一样的诠释角度，然后我觉得这种诠释角度就会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思辨。我们先不要说它是对还是错，可是我觉得它至少在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实践之间，制造出来了一个可以反身回看自己的、思索自己在做什么那样子的，或是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理解这些展出的
的书展出的文件、私人文物，然后就是这些整个档案我觉得它制造出了一个我们反身回看档案实践的一种很重要的角度。然后所以这或许也可能会回应到那个尼寇刚才说的，就是德希达他在讨论档案的时候也说，所有的档案在被建制的过程，其实也都在档案化自己。他在档案化说我们是如何档案化的，他都会，所以每个档案里面都会留存着很多那一个时代，那个在档案化档案的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意识，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所觉得他们重要的东西，他们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精神状态，或是他们的所思所想，然后他们所需求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在提醒我们说，所有的档案里面，他们都不会是一个客观保存过去的，它都不是一个保存过去事实的容器，它会在里面会积累着很多不一样操作的痕迹，然后这些积累的痕迹其实也都在保存我们对当下的投注在上面的眼光。然后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对档案的实践这么有意识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实践档案的时候，就在档案化我们的当下。然后那个档案化我们当下跟刚才尼寇说的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我说的是那档案化当下并不是说我身为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开始保存我过去以来所有的手稿，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艺术史书写里面的人。就是德希达在说的不是这样子的档案化，他在说的是我们所有使用的，包括就是之前那个印度同事他们在做那些树状图，他们怎么样分类，他们怎么样在档案之间他们发现就是即便是他们去判断说这两个东西是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也是一个当下的判断。然后他会记录下他们会怎么样理解这些东西的。然后所以档案在建制的过程里面，永远会扣连着当下。然后它也会，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抽象、这么后设的方式来思考档案，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在处理我们自己。然后可是那个处理我们自己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是希望我们在50年之后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部分，而是我们很有意识在意识到自己在现在的实践，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到底是怀着什么样子的需求、欲望或是意识形态走进档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会必须要很有意识的去正视的问题，这样子。那我在又是要给丽君的问题，就是线上问的一个是之前丽君在档案实践中提到了很多不合时宜，就是 timelessness 的想象的可能性。那对于文化学家而言，档案学的当代性如何有效的在既有档案翻活，可能是 activate， 然后关于档案学的时间性思考，是否有什么艺术家或作品的案例是值得我们留意跟关注的？我想要说一下不合时宜，然后其实我原本想要谈这一句话，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我们今天在谈当代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当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讨论用阿冈本的方式来讨论。然后阿冈本在他的那一篇文章《何谓当代》那篇文章里面，其实一开头就引用了尼采这句话。然后尼采写了什么呢？他就写说，这种城市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试图把这个时代有权引以为傲的东西及它的历史教养理解为一种损害、软弱和缺陷。然后，因为我甚至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正在被历史的高烧所耗尽，而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我们正深受其害。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其实尼采是在哪一个脉络下写下这句话的？他的那个脉络其实就会是他的那个
他的时代，他看到的，我觉得那个时代在某个程度上很像我们的当下，就是尼采会觉得那时候的人已经陷入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着迷，然后他想要提醒，他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是因为他知道他这些人就是他的同代的人绝对会说你干嘛要出来说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话。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要说，太多的历史是有害的，太多的历史会让我们当我们身上背负了太多历史的重负的时候，我们会挚爱难行，我们会很难以把眼光朝着远方看去思考我们到底未来要成为什么。所以在他看来，他的那个年代，他觉得他也自己知道说他提出来这些对于我们应该不要这么的陷于历史的热里面那样子的状态的这样子的批评，其实是很不合时宜的。然后我觉得他要说的，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当我们因为档案其实扣连的就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探问，然后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历史？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问的事情是，艺术研究是不是真的就只能是艺术史研究，一种对于过去的研究？就是有没有可能对于艺术的研究可以是朝着未来看去的？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学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并不是在提供过去的种种而已，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提供说，我们要怎么样思考未来未知的未来，我们要怎么制造出一个真的可以是未知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我们完全都已经在线下已经可以判定好说未来会如何发展的那一种未来，而是那种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可能会说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说出的话，我们能制造出一个未来，然后呢，在那个未来里面，我们是可以去思考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思考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责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当代在档案时间里面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艺术界里面，在艺术史里面，其实在很多艺术家都对于档案有很多很深刻的思辨。然后在我的就是呈现里面，我没有把他那些罗列那些艺术家，可是其实像是在2012年的台北双年展里面，就有超多非常有趣的作品。然后那一届的双年展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精彩的对于档案的反身叩问那样子的作品。然后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就会是，今天在回看我们现在的档案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过去那些档案艺术好像都不存在一样。那些对于档案的反身的辩证式的思考，存在于艺术作品里面那些东西，好像那些东西都变成了，就我们今天对于档案的思考，好像反而都回到了一个最朴素的状态。然后曾经发生过那些东西，反而就在我们当代对于档案研究的讨论里面反而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是我们只要去回想2012年的台北双年展里面那些展出的作品，我觉得就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启发了。然后那些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那些东西不该只被视为是艺术史的一个部分，他们要被视为是艺术家帮我们在艺术实践档案实践上面所开拓出来的一些新的向度。对，我觉得那些东西存在的，只是反而是那些东西好像就被封锁在过去了。然后那些问题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在这几年来对于档案讨论里面反而都没有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件还蛮可惜的事情。好，我觉得刚刚丽君回答的好像可以跟下一题有一点蛮接近的，就是说刚刚丽君讨论到蛮多对于档案的反思，然后甚至我们这个讲座题目一开始档案的困境是什么？那因为丽君才
刚做完那个在夹缝中行走这个展览中里面当然也得处理了研究跟档案这些向度。那实际上你在进行这样子的工作，然后要成为展览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有碰到就你怎么实践你对于档案的想法，有碰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吗？这个很难回答，是因为我从来就是或许大家会觉得我在做那些东西是档案研究，可是我完全不觉得那些东西是档案，就是我不觉得我在回顾。我觉得我在就是在展览里面，包括那些对于很多艺术作品的调度，或是过去图像的调度，我觉得在做的事情反而都是在去问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图像的重新布置跟重新排列之中看到不一样的意义，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我在完全没有想说那些东西是档案，过去的档案，因为我不是在说关于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反而要希望他那些东西开启的反而是一个对于某不一样东西、不一样路径的想象，不一样思考路径的想象。对，然后所以我完全不然再广告一下，就是在9月会出版那本书里面，其实也会收录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其实就会讨论档案跟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图集 Atlas 的差别。然后图集是什么呢？我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不然大家会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图集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史家，他在就是20世纪初，就是1920-30年代，他其实收集了很多照片，艺术作品的照片，然后他其实就在一个黑色的背板上面，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重新移动它们的位置，然后希望可以去看出图像和图像之间不一样的组构方式啊，或是一些连接方式那样子。然后好，这是那个东西的背景。然后有一个在那篇在之后那本书会收录的一篇文章里面，它其实就会讨论档案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东西的不一样，而且是知识论上面的不一样。他就说两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气球某种无尽、永无止境的状态。档案的永无止境是什么呢？档案的永无止境就会是不断的积累，就像是你永远不准许他们散失掉，他们都必须要保存下来。然后所以档案其实是一种必须要陷在一种永无止境的保存状态里面，那样子的欲望里面。然后，所以它的它是可以是永无止境的，东西永远都会收不完，然后资料永远会看不完，然后视窗永远会开不完。可是那个艺术史家他就会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艺术史家，就是 Atlas， 他做图集做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他在追求的也是一种无尽，没有错。可是他的无尽是诠释的无尽，诠释的可能性的无尽，就是不断的拆开聚合过程里面的生产出来的阅读意义的无尽，这也是一种无尽。然后，可是这两种无尽之间，第一种就会是一种某种档案之恶的状态，就是你陷入一种永远保存的要永远积累东西的那样子的一种执念里面。可是第二种呢，是相信世界上面的东西还有图像，是它所能开启的意义是可以是无限的，它不会只被收拢在艺术家为它创造的意义里面。当图像跟其他的图像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有可能会开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阅读方式跟脉络意义。然后这也是一种无尽，可是我们就会看见这两种无尽之间有一个很巨大的差异。对，就是在方法学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那样子。无尽的积累跟无尽的诠释，而且你知道图像或是影像是没有办法被诠释殆尽，没有被诠释殆尽的那一天，那样子的这个信念。现场还有没有？是。Hello， 你好，我叫 Ho，
我觉得呢，其实档案对我来说是很 scary 的，就是很恐怖，就是刚刚我在刷这样子，就是看到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会想的是我如何去 like reform the format of like something that I reference to, maybe a paper or words. 然后我是直接 display 它在这边吗？还是它是我的脑袋？我就是想说，因为刚刚我就是很怕，就是有一刻，就是我在想 ，Oh my God， 就是很多网上的东西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弄的。你要可以是假的，可以是真的，可是然后我又去想说，就是书，就是 books as an archive, right? Like 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去写它，去 format 它，然后它弄成一个 physical 的 copy， 再 print， 然后再去 library， 这样放得很好，就是很多不同的 system， 所以，我觉得这样我又没有很害怕，就是本来很怕，就是不知道，就是档案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深的 like dark hole that is almost unknown because it can be really absurd and like unreal because I can write anything. And then I can write anything and then it can become history and then it can become a file. So yeah, I just want to share my heart. That's it. 我觉得这就是，可是你说的就是艺术家的那个啊，就是艺术家对于档案的敏感度，就是我们会就像你说的，我们会在里面感觉到一些让人觉得 scary 的东西，或是恐怖的东西，或是令人不安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些东西或许就会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的敏感度。然后我心中所思考的档案艺术，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会是去很积极的去挖掘这一个他为什么会，他明明看起来就是一个过去的东西，然后安静的摆在那边的东西，就一个过去的事实。那为什么为什么他在里面还是有很多我们不知，就我们还是会惧怕它？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就像你说的，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切都已经被尘埃落定，都已经被，就像你说的，都已经被知道了吗？都已经是就是 known 的状态。可是我觉得艺术家或是我们，如果我可以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艺术领域要在面对档案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最欠缺就是这一个部分。就我们就永远都只把它作为中性的过去，然后我们已经不再去探问里面让人未知的东西了。我们会觉得里面的东西都会是已知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对于档案必须要被打开的，就是里面总是有一些暧昧难明的，然后某些骚动的，然后我们还没有开启它的，然后那些东西或许真的就只有在艺术家的眼光下面或操作下面，才能去让那些东西现身。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档案库或是艺术史书写都必须要去思索的。如果我们在处理的东西是一个这么具有在对于方法学上面有一个这么激进性想象的一种存在的话，我说的就是艺术作品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不要把我们自己封锁在一个被学科建制里面所定义的那样子的档案，或是定义的那样子的档案研究，或是历史研究？过去会不会可不可以用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去研究过去、书写过去？就这或许是我们的责任。就也稍微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像是在我们的上一场座谈里面，就是提到叶伟立对于叶世强故居的整理的时候，他其实当我们想象故居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复到了故居的
某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但是叶伟力的处理方式并不是这样，它里面用了非常多创作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的创作，比如说对于灯柱的复制，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创作，把那些其实叶世强故居可能本来他住在不同的地方，他把这些散落的家具放到了这个故居的纪念馆里面，然后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的并不只是档案本身，或者档案如何被保存下来，我们看到的还有更多是叶伟力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怎么样透过创作去回应这个档案。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档案并不是总是要去阅读的，然后应该不能说并不是要去阅读，而是说他阅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那依据不同的艺术家对于档案的理解，档案其实就会有呈现不同的样貌。然后，所以我当然可以理解说，当你面对就是永远都读不完的档案的时候，会感到害怕。那其实老实说，有这种害怕，总比你觉得我都已经读完，我很懂了来的好很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是，就是老王卖瓜一下，就今年亚洲艺术文献库在3月的香港的 Art Basel 的时候，曾经办过一个展览，叫做“等位等生”。那他们也是邀请艺术家对这些档案进行创作。那只是说他的创作是大概的概念，虽然说是同事创作的，同事策的展览，但是我就是大概的就我的理解讲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档案是某一个人的过去的轮廓，它累积起了这个人的面貌。所以如果用轮廓或真面貌来想的话，好像档案就是一个人的肖像一样。然后所以在这个策展的过程里面，策展人请艺术家为这些档案再创造一个肖像。那它当然就包含了他怎么样去理解这份档案，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人，档案跟艺术家本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用一个创作方法去重新做呈现。那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档案是，它这个档案从来没有被打开过，你根本无从阅读起。那因为档案拥有者本人并不想要被阅读，并不想要被记得，他其实想要抵抗被记得这件事情。它当然跟档案本身的建制是相冲突的。那所以艺术家他就是简单的把这些从来没有被打开、从来没有被阅读过的档案，就是造了一个肖像画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透过不同的创作、不同艺术家视角，我们在做的事情，或者说艺术家在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要来对档案的某些的内容进行论证，它反而是提供了更多我们如何看档案的视角，是去松动档案的困境嘛？对，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好，那现场还有问题吗？现场竟然都没有问题，那我们的好，那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其实就刚好时间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今天丽君她抛出了非常非常多问题，是可能是需要时间再想一想，或者是其实是需要分5场讲座来分别回答这样。然后但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我们10月份还会有另外一场讲座，是由 AAA 的另外一位研究员翁子健，然后邀请台湾的其他几位个人档案的我们讲藏家或是档案收集者来进行对话，去讨论个人收集档案跟机构建制档案的不同的方法跟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对于要怎么样继续拆解刚刚丽君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跟思考，就想要进一步有讨论的话，也欢迎大家10月份的时候再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活动的日期会在9月公告。这样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谢谢。感谢大家，谢谢。